如果有一天你刚参加完公公的葬礼，回到家却被婆婆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赶出门，她把一份遗嘱扔在桌子上，然后指着门口对你说：这个家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。更可笑的是，你老公站在旁边，一句话都没替你说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在这个家5年，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赶走的外人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份遗嘱其实是假的，而真正的遗嘱一直在我手里。我叫沈婉，32岁，结婚5年。我的丈夫叫陆川，他是家里的独子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家条件比我好很多。他父亲陆建国在城里开了一家小型建材公司，虽然不算特别富有，但生活也很不错。而我只是普通家庭出身，所以从结婚第1天开始，我婆婆就一直看我不顺眼。她总觉得我嫁给陆川是为了钱。有一次家庭聚餐，她当着亲戚的面说过一句话：现在很多女孩子结婚都是看男人家里有没有房子。那天所有人都沉默了，我知道他是在说我，可陆川当时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我那时候还安慰自己，时间久了，他总会接受我。可我没想到，5年过去，他不仅没有接受我，反而越来越讨厌我。直到公公去世，一切彻底爆发了。公公是在1个月前突然去世的，心脏病走得很突然。那段时间，整个家都很乱，亲戚来来往往，每天都有人在家里。我几乎一个人忙前忙后，做饭、招待亲戚、安排葬礼。可婆婆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好话，她只是坐在那里哭，偶尔看我一眼，眼神很冷。葬礼结束那天，所有亲戚都还在客厅。婆婆突然把一份文件拿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然后说：既然大家都在，有些事情今天就说清楚。我当时没有多想，以为是公司的事情，可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整个人愣住了。这是建国留下的遗嘱。客厅瞬间安静下来，陆川愣了一下，爸什么时候写的遗嘱？婆婆冷冷说：去年就写好了。然后她把文件推到桌子中央，房子、公司还有所有存款，全部留给陆川。说完，她突然看向我，语气变得非常冷。至于沈婉，建国说得很清楚，他不是陆家的人，所以没有继承权。那一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空气安静得可怕。我看着那份遗嘱，心里突然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就在公公去世前1周，他还单独找过我一次。那天他坐在阳台上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：这个家以后可能要靠你。当时我没有多想，可现在我突然觉得事情不对。就在我准备开口的时候，婆婆突然站起来，指着门口说了一句话：既然遗嘱已经说清楚了，你也该搬走了。我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婆婆语气非常冷：这是陆家的房子，和你没关系。那一刻，我看向陆川，希望他说点什么，可他只是低着头沉默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，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这场所谓的遗嘱宣读，只是为了把我赶走。婆婆继续说：你的东西我已经收好了。我转头看向门口，果然，我的2个行李箱已经放在那里。就像上一秒我还住在这里，下一秒就变成了一个外人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只问了一句话：如果我不走呢？婆婆冷笑了一声：那我们就报警。客厅里的亲戚都沉默了，没有人替我说话。我看着这群人，突然觉得特别陌生。5年的婚姻，原来这么轻。我走到门口，拿起行李箱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突然停下脚步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既然你们这么相信那份遗嘱，那就好好留着。我转过头，看着婆婆，慢慢说：因为真正的遗嘱不在你那里。那一刻，整个客厅瞬间安静了。
婆婆脸色猛地变了，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再解释，只是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门。因为我知道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事情才刚刚开始。那天晚上，我拖着行李离开陆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小区门口的路灯亮着。我站在路边，突然有一种很荒唐的感觉。5年的婚姻就在一场葬礼之后结束了，而把我赶出来的人是我婆婆。我坐进出租车的时候，司机问我去哪儿，我沉默了几秒，最后说随便找个酒店。那一晚，我几乎没有睡觉，脑子里一直在想葬礼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份遗嘱，因为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公公不是那样的人，这5年来，在这个家里，唯一真正对我好的人就是他。每次婆婆对我冷嘲热讽，她都会帮我说一句话。有一次，婆婆在餐桌上抱怨我工作太忙，她说过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得：沈婉是个好孩子，你别总为难她。所以我不相信她会在遗嘱里说那种话。更重要的是，就在她去世前1周，她曾经单独找过我。那天晚上，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陆川出差，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将，公公坐在阳台上喝茶，突然叫我过去。他说：“小婉，你坐。”我当时还以为他身体不舒服，问他：“爸，怎么了？”他沉默了一会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，递给我。那是一把很普通的银色钥匙，我有点疑惑，这是什么？他说：“银行保险柜的钥匙。”我愣住了，为什么给我？公公看着远处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如果有一天，这个家出事了，你去银行，里面有我留的东西。”当时我完全没听懂，甚至还笑了一下。爸，家里能出什么事？他只是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刻他好像早就预料到什么。第2天早上，我拿着那把钥匙去了银行。银行大厅很安静，我走到柜台前，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想开一个保险柜。”工作人员看了一眼钥匙，然后说：“请稍等。”很快，一个中年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她穿着银行制服，胸牌上写着“客户经理李曼”。她接过钥匙看了一眼，突然问了我一句：“你是陆建国先生的家人？”我愣住了。您认识他？李曼点了点头。这个保险柜是他3年前开的，我当时帮他办的手续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他女儿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我是他儿媳。他的表情明显有点惊讶，但没有再多问，只是说：“跟我来吧。”几分钟后，他带我走进保险柜区，打开一个金属柜子，里面放着一个文件袋。我把文件袋拿出来，手有点发抖。李曼看着我，突然说了一句话。陆先生当时开这个保险柜的时候，只说了一句话，我愣了一下。什么话？他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来拿这个东西的人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，那他应该会需要这些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突然沉了一下。我慢慢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有3样东西。第一样是一份遗嘱，我只看了一眼，整个人就愣住了，因为内容和婆婆那份完全不一样。这份遗嘱写得很清楚，房子、公司存款属于家庭共同财产，由陆川和我共同继承。看到这里，我已经明白了一件事：婆婆拿出来的那份遗嘱很可能是假的。可真正让我震惊的是第2份文件，那是一份股权协议，公司股权分配写得很清楚，陆建国60%，陆川20%，剩下的20%写着一个名字，沈婉。我整个人愣住了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是公司的股东。就在这时候，李曼突然又说了一句话。其实陆先生当时还说过一句话。我抬头看他，什么？他看着我，慢慢说，他说：“
如果有一天有人把你赶出家门，你就来拿这个。那一刻，我突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原来公公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发生。拿到保险柜里的文件之后，我没有马上回陆家，而是在银行大厅坐了很久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公公给我留下这些东西，不是为了让我争家产，而是为了让我在关键时候守住这家公司。因为这家公司是他一手做起来的，20多年，从一家小小的建材门店，做到现在几十名员工的规模。可现在，他很可能会毁在陆川手里。3天后，我第一次回公司，我已经1个月没有来过这里。因为公公去世之后，公司所有事情都被陆川接手了。我走进公司大厅的时候，很多员工都愣住了。有人小声说了一句：“沈姐回来了。”在公司里，大家一直叫我沈姐，因为3年前公司扩张的时候，很多设计项目都是我在帮忙做。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争吵声。陆川正在和几个人开会，其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大：“陆总，对赌协议只剩3个月了，如果你达不到目标，公司控制权就要转让。”我站在门口，整个人愣住了。对赌协议这4个字让我心里一沉，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很多公司在融资的时候会签这种协议，如果业绩达不到目标，就必须让出股份甚至控制权。可我从来不知道陆川居然签了这种东西。会议室的门没有关严，里面的声音还在继续。陆川有点烦躁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但只要这个项目拿下来，一切都能解决。”另一个人冷笑了一声：“陆总，如果失败，公司就不是你的了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终于忍不住推开门。会议室瞬间安静了，所有人都看向我。陆川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语气很冷，就像在看一个外人。我看着他，只问了一句：“对赌协议是怎么回事？”会议室里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气氛有点尴尬。陆川皱着眉：“公司的事情和你没关系。”我忍不住笑了一下：“真的没关系吗？”说完，我把那份股权文件放在桌子上：“那你解释一下这个。”陆川低头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会议室里其他股东也围了过来。当他们看到文件上的名字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其中一个股东忍不住问：“沈婉也是股东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20%的股份。”那一刻，会议室突然安静得可怕。陆川的脸色已经很难看，他盯着我：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问了一句：“对赌协议什么时候签的？”一个股东叹了口气，替他说了：“半年前。”我愣住了。半年前正好是公公身体开始变差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陆川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签了对赌协议，而公公显然不同意，所以他才会提前留下那些文件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公公不是怕我被赶走，他是怕公司被毁掉。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，终于有人开口：“现在情况很危险，如果3个月内达不到业绩目标，公司51%的控制权就要转给投资方。”我皱起眉：“目标是多少？”对方说：“1个亿。”那一刻，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们公司1年的营收也才2亿左右，3个月做到1个亿，几乎不可能。我看着陆川：“你疯了吗？”陆川沉着脸：“这是公司发展的机会。”我忍不住冷笑：“机会？如果失败，公司直接易主。”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说的对。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合同已经签了，没有人能改变。就在这时候，其中一个老股东突然看着我，问了一句话：“沈婉，你既然也是股东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”那一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沉默了几秒，
然后慢慢说了一句话：办法不是没有，但有一个条件。陆川皱起眉：什么条件？我看着他，语气非常平静。公司项目以后，我来负责。会议室瞬间安静了。陆川猛地站起来：你凭什么？我看着他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因为如果失败，公司也会被你输掉。空气突然安静下来。那一刻，所有股东都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女人，可能是公司最后的机会。我拿着公公留下的文件和股权资料，回到办公室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时间已经不等人。对赌协议只剩3个月，3个月，1个亿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手伸进电脑旁的文件夹里。那里面是我和公公一起整理的公司项目规划。我清楚公司过去3年的盈利结构，也清楚员工的潜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这家公司并不缺资源，缺的只是一个敢负责、敢决策的人。我走到会议室，把项目汇报提上桌面。各位股东，我平静开口：现在公司已经处于生死关头，这个项目我来负责。会议室里顿时响起轻声交头接耳。陆川的脸色阴沉：你凭什么说这话？他终于爆发：你不是已经被赶出家门吗？你凭什么掌控公司项目？我平静地坐下，把股权文件放在桌面上。我同样是股东，这20%的股份不容你独断。我看向其他股东，他们的表情变得复杂。终于，一个年长股东开口：沈婉说的没错，这样下去公司可能易主。他接手项目也许是最后机会。陆川咬牙：你以为凭你就能扭转局面？我嘴角微微一笑：我不止扭转局面，我要让公司更强大。3个月的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公司，早上6点到办公室，晚上10点才离开。每一个项目节点，我亲自盯。每一次员工提出问题，我都参与决策。短短1个月内，我们优化了项目方案，减少成本20%，提高效率30%。2个月后，关键客户的签约顺利完成。而陆川因为对赌压力过大，每天神情紧张，甚至几次在会议上失误。最终3个月到期，原本可能将公司51%控制权转给投资方的对赌协议，因为项目超额完成，自然作废。我站在办公楼的落地窗前，深呼吸。公司还在我们手里。股东大会彻底掌控公司。3个月后，公司召开股东大会。陆川满脸不悦，他以为凭借父亲留下的股权以及婆婆支持，还能掌控局势。我走上讲台：各位股东，我平静开口。经过3个月的努力，公司的盈利和项目完成情况远超预期。我相信公司未来的发展应该由真正有能力的人来掌控。我从公共的股权文件里提出了联合其他小股东的方案。会议室里，陆川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沈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轻轻一笑，意思很简单，根据公司章程，股东可以联合投票。我已经联合了3位主要股东，如果今天投票，公司管理权将移交我。空气瞬间凝固，陆川愣在原地。我继续说道：而且你的一些决策已经接近违反合同条款，如果继续掌控公司，风险极大。股东们开始窃窃私语。最终表决结果出来，我获得过半股东支持，正式掌控公司。会议室里响起轻微掌声。陆川脸色铁青，但无力反驳。股东大会结束后，婆婆突然出现在会议室门口。她看到我掌控公司的情景，整个人僵住。我看着她，轻声说道：婆婆，你之前把我赶出家门，是怕我掌控不了公司。她脸色扭曲，结巴着：沈婉，你怎么可能？我微笑着说：这就是公公当年留下钥匙和文件的原因。
也是你们低估了我的地方。婆婆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完全说不出话。陆川在一旁，眼神复杂，既惊讶又无奈。我淡淡地坐下，打开电脑，开始审阅公司的财务报表。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被赶出家门的沈婉。接下来几个月，我开始重新整合公司资源，对高风险项目进行控制联合，其他股东收回陆川剩余股份，对婆婆的意见彻底排除在管理层之外。最终，我不仅掌控了公司，还让公司盈利大幅增长。曾经看不起我的人，现在只能看着我，无法反驳。陆川也不得不承认我的能力。而婆婆几次试图干预公司事务，都被我和股东们联合挡下。我曾经被赶出家门，流落外面，但现在公司在我手里，家庭局势也彻底逆转。站在公司楼顶，回想过去3个月的经历，曾经被赶出家门，被婆婆轻视，被丈夫忽略。而今天，我掌控公司，收回属于自己的股份。如果是你们，回家被婆婆赶出门，你会立刻反击吗？还是默默寻找机会反转？把你的选择写在评论区。